1942年的春天，维也纳的空气里还残留着一丝寒意，但对于著名的神经学家维克多·弗兰克 Viktor Frankl 来说，真正的寒冬才刚刚开始。他与妻子、父母、兄弟一同被纳粹的铁蹄踏碎了家门，押送往那座吞噬了无数生命的人间地狱——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这里，生命被简化为一串冰冷的数字，尊严被践踏得一文不值，饥饿、寒冷、疾病、毒打，以及随时可能被送入毒气室的恐惧，像一张无边无际的巨网，笼罩着每一个人。弗兰克的父母、兄弟以及他怀孕的妻子，都在这场浩劫中相继离世。他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学者，一个拥有幸福家庭的丈夫，瞬间沦为了一无所有的囚徒。编号119104，每天他都要在冰冷的泥水中进行长达数小时的苦役，唯一的奖赏是一小块发霉的面包和一碗清汤寡水的汤。他亲眼目睹身边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在绝望中一个个倒下，有的人选择了冲向高压电网，用死亡来终结痛苦，有的人则彻底麻木，眼神空洞，如同行尸走肉，等待着命运的最终裁决。绝望如同瘟疫般蔓延。弗兰克也曾无数次被这股黑暗的力量拖拽着，濒临崩溃。他不知道明天和死亡哪一个会先来。然而，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清晨，当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在前往工地的路上时，一个念头如闪电般击中了他。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他开始在脑海中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清晰度与妻子进行对话。他想象着她的笑容，她的声音，她温柔的眼神。那一刻，他忽然领悟到，即使肉体被囚禁，即使现实的一切都被剥夺，但他的精神，他的爱，他的思想，是任何人都无法夺走的。他发现，在任何给定的环境中，人至少还拥有最后一种自由，那就是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这个发现成为了他在地狱中点亮的一盏孤灯。他开始为自己的生命寻找意义。他把眼前的苦难当作一个独特的心理学研究课题。他悄悄观察身边的狱友，分析那些能够在极端环境下存活下来的人究竟具备怎样的心理特质。他甚至开始在脑海中构思一部著作，计划在战后将这些观察与思考写出来，帮助更多的人。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必须活下来，去完成这部著作，去与他深爱的妻子重逢。这个强大的精神支柱让他挺过了无数个饥寒交迫的日夜。当狱友们在抱怨、在绝望时，他却在思考；当别人放弃希望时，他却在寻找意义。3年后，当集中营被解放时，弗兰克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几乎失去了一切，体重只剩下不到30公斤，但他带出了一样东西，一种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洞见。后来，他将这段经历与思考写成了不朽的著作《活出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他在书中写下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话：当人被逼到绝境，一无所有时，他还能拥有最后一样东西，就是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弗兰克的故事是对自渡这一古老智慧最极致、最震撼的诠释。他告诉我们，人生真正的救赎
从来不在于外界的怜悯与施舍，而在于我们内心那股不屈不挠、主动为生命寻找意义的强大力量。当命运的暴风雨来临时，唯一能载你渡过苦海的，不是别人的船，而是你自己用精神与意志打造的那艘方舟。我们中的许多人，或许都曾像一个短片里的女孩那样，活在一种对奇迹和贵人的隐秘期待中。那个女孩在去面试的公交车上，心地善良地给一位穿着黑皮鞋、红袜子的老人让了座。当他走进面试间，低头等待时，第一眼就瞥见了一双同样的黑皮鞋、红袜子。他心中一阵狂喜，以为面试官就是那位老人。命运的转机似乎就在眼前。然而，他抬起头，看到的却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面试失败，他失落地走出大楼，又遇到了那位老人。老人正在大厅里做清洁工。他再次感谢了女孩的善良，并鼓励她不要灰心。就在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有人对着老人喊：“社长！”女孩的眼睛瞬间亮了，她以为自己真的遇到了微服私访的董事长，一次天赐的良机即将降临。可当她回头，却发现被喊社长的是另一个人。希望的火苗刚刚燃起，便被现实的冷水浇灭。紧接着，又有人喊：“会长，别玩了！”女孩的心再次提到了嗓子眼，可结果依旧。会长也不是那位老人。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最终，他只能带着满身的疲惫与落寞，独自消失在人海里。这个故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最天真也最无力的幻想。我们总期待着，在人生的低谷，能有一双神奇的手将我们拉出泥潭；在迷茫的渡口，能有一艘从天而降的船载我们驶向彼岸。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一次偶然的善举，一个意外的相遇，一个位高权重的贵人。然而，现实往往会用最沉静也最残酷的方式告诉我们：指望别人，你就输了。杨绛先生在100岁感言中写道：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会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所以你都不必害怕的。他没有说会有一个人来帮你挺过，他只说挺过来。这个挺字包含了全部的自我挣扎、自我坚持与自我拯救。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没有人能成为你永远的避风港。父母会老去，爱人可能会离开，朋友也各有各的航道。将自己人生的舵盘交到别人手中，无异于一场豪赌，赌的是他人的心情，赌的是变化莫测的人性。而一个成熟的灵魂都懂得一个最朴素的道理：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唯有自己才是最坚实的依靠。严歌苓说得更为透彻：依靠父母，你能成为公主；依靠男人，你能成为皇后；唯有依靠自己，才可能成为女王。公主与皇后，美丽却脆弱，她们的光芒来自于他人的赋予，随时可能被收回。而女王，她的权杖握在自己手中，她的王冠由自己加冕，她不等待救世主，因为她自己
就是自己的神。所以，别再向外张望了。你苦苦等待的贵人，其实一直都在。他就在清晨的镜子里，在你每一次跌倒后，咬牙爬起来的倔强里，在你每一个深夜里，独自舔舐伤口的沉默里，在你每一次含泪奔跑的喘息里。当你真正学会依靠自己，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大地，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未来时，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在为你让路。我们常常会陷入一种误解，以为幸福、顺遂是人生的常态，而苦难、挫折只是偶然闯入的意外。于是，当意外来临时，我们便会感到委屈、愤怒，质问命运为何如此不公。但真相是，苦与难才是人生的标配，是每一个生命体都必须修读的必修课。还记得那个因为一个15元的玩具而在警察局失声痛哭的单亲妈妈吗？在旁人看来，为了一个廉价的玩具报警，未免小题大做。但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不是一个玩具，那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丈夫早逝，她独自拉扯着2个孩子，其中一个还身患重病，生活早已将她碾压得喘不过气。那个玩具是她倾尽所有，给予病中的儿子唯一的慰藉与承诺。当这份小小的、卑微的爱都被偷走时，她再也无法承受积压已久的所有辛酸、无助与疲惫，在那一刻轰然决堤。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就是如此，无声无息，却又惊心动魄。它可能不是因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仅仅是因为一件洗不掉的衬衫污渍，一次赶不上的末班车，一句无心却伤人的话语。在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中，那个经历了灭门之灾的女孩玛蒂尔达，用与年龄不符的冷静问杀手莱昂：人生总是如此艰难吗？还是只有童年如此？莱昂的回答简单而深刻：一直如此。是的，一直如此。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你年纪小，因为你善良，因为你已经很努力，就对你网开一面。它有它自己的运行法则，冷酷而公平。苦难是它派发给每个人的通行证，不分贵贱，不分老幼。余华在《活着》里，借福贵的一生，道尽了人世的沧桑与无常。福贵经历了战争、饥荒，眼睁睁地看着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最后只剩下一头同样年迈的老牛与他相伴。他的一生就是一部苦难的编年史。然而，在故事的结尾，当福贵在夕阳下对着老牛平静地讲述着过往时，你感受到的却不是绝望，而是一种历经劫波后依然选择活下去的无比坚韧的生命力。他没有被打倒，他接受了苦难是生命的一部分，并与之共存。我们这个时代或许不再有福贵那样的极端困境，但我们有我们的围城，工作的压力，家庭的责任，情感的纠葛，健康的焦虑。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尼采说：凡不能毁灭我的，必使我强大。这句话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揭示了苦难的双重属性。它既是毁灭者，也是塑造者。它像一把锤子，可以敲碎脆弱的玻璃，也能锻造出坚韧的钢铁。关键在于，我们是以玻璃之心，还是以钢铁之志去面对它。
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抱怨只会消耗你本就不多的心力。唯有选择正视它，接受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感谢它。感谢它让你看清了人情冷暖，感谢它让你懂得了世事无常，感谢它撕碎了你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逼着你一夜长大，逼着你从一个躲在屋檐下避雨的孩子，成长为一个能为自己、为家人撑起一片天的屋檐。当你不再将苦难视为敌人，而是将它看作成长的磨刀石时，你便开始了真正的自渡。如果说弗兰克的故事代表了西方理性主义下通过寻找意义来实现的硬核自渡，那么在中国千年的文人风骨里，则蕴藏着一种更具审美与哲学意蕴的、更为东方的自渡智慧。这其中，登峰造极者，非苏东坡莫属。苏东坡的一生，可谓是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的人生轨迹，就是一条不断被贬谪、不断被流放的下坠曲线。从繁华的京城，到偏远的黄州，再到瘴气弥漫的惠州，最后是被视为蛮荒之地的海南儋州。每一次的打击，都足以让一个普通人意志消沉，一蹶不振。然而，苏东坡却用他旷古烁今的才情与豁达，将这一路的苦难酿成了一坛坛传世的美酒。被贬黄州，他失去了高官厚禄，生活困顿，他没有怨天尤人，反而脱下官袍，穿上芒鞋，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自称东坡居士。他在这里写下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也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他把政治上的失意转化为了文学与生活上的丰收。他甚至还发明了东坡肉，用美食来慰藉困顿的人生，这是何等的乐观与通透。被贬惠州，他听闻当地的羊蝎子、羊的脊椎骨是没人要的下水料，便欣然买回。烹煮后发现骨缝间的肉味美无比，他给弟弟写信，得意洋洋地分享这个秘密，还开玩笑说，生怕被当地的狗知道了，会来跟他抢。他甚至写下了日啖荔枝300克，不辞常作岭南人的诗句，把流放地活成了自己的桃花源。被贬到最远的海南儋州，在那个被认为是九死一生的地方，他依然没有放弃。他发现当地文教落后，便办学堂，讲《论语》，开化民风，被后世誉为海南文化的开拓者。他将个人的不幸升华为对一方水土的贡献与滋养。苏东坡的伟大，不在于他取得了多高的世俗成就，而在于他拥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转化能力。他能将外界施加于他的苦，通过内心的炼金术，转化为诗，转化为文，转化为美食，转化为民生工业，转化为一种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他从未等待过皇帝的赦免来拯救他，也从未指望过朋友的援手来渡他。他的渡船，就是他那颗丰盈、豁达且永远充满创造力的内心。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了后世所有身处逆境的中国人，真正的强大，不是对抗，而是转化；不是征服，而是共生。如果说苏东坡的自渡还带有一种文人式的风雅与浪漫，那么当代作家史铁生的自渡，则更贴近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所可能面临的那种赤裸裸的、毫无诗意可言的绝望。
史铁生在人生最灿烂的年华突然瘫痪了。那一年他才21岁，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一个终日与轮椅为伴的残疾人。他住进医院，以为只是暂时的病痛，却被宣判了无期徒刑。他祈祷过，他愤怒过，他怨恨过命运的不公。出院后，他找不到工作，看不到未来，一度只想到了死亡。那段日子，他唯一的去处就是地坛。他摇着轮椅，日复一日地去那座荒芜的古园里静坐。他看着蚂蚁搬家，看着露水在草叶上凝结，看着夕阳染红西天。在地坛的沉寂与广阔中，他开始思考生与死，思考命运，思考人究竟为何而活。地坛成为了他的道场。在这里，他没有遇到任何贵人，没有发生任何奇迹，有的只是他与自己灵魂的漫长对话。他像一个孤独的炼金士，在地坛这座熔炉里，将自己的痛苦、迷茫与绝望一点点地提纯，最终炼出了对生命最深刻的理解与热爱。他开始写作，笔成为了他新的双腿，让他得以在精神的世界里自由行走。他写出了《我与地坛》这部作品，感动了无数在黑暗中摸索的灵魂。他用自己残缺的身体，活出了最丰满、最完整的生命姿态。史铁生曾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当一个人能如此平静地谈论死亡时，生命中的其他苦难便再也无法将他击倒。从苏东坡到史铁生，从古代的贬谪流放到当代的身体残疾，他们所面对的困境不同，但他们自度的内核却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停止向外的寻求，而转向向内的探索。他们不再问为什么是我，而是开始问我该如何面对。这才是走出一切困境的终极密码。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一个人该如何度过人生的低谷期？弗兰克在奥斯维辛的冰天雪地里，选择了用寻找意义来为自己点燃火把。苏东坡在一次次的贬谪路上，选择了用转化苦难来酿造诗酒。史铁生在地坛的日升月落里，选择了用与痛苦和解来重建生命。他们用自己的人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人间非净土，各有各的苦，这或许是生活最真实的底色。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需要学会自度。自度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清醒的选择。它是当你深陷泥潭时，不再呼救，而是默默积蓄力量，自己挣扎着爬出来的勇气。它是当你四面楚歌时，不再指望天降神兵，而是冷静地分析局势，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的智慧。它是当你被人误解、被人伤害时，不再沉溺于悲伤与怨恨，而是选择转身，用时间和成就来证明自己的格局。佛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深以为然。能救你的，从来不是神佛，而是你自己的信念；能渡你的，从来不是他人，而是你自己的坚强。愿你从今天起，不再等待那艘永远不会到来的别人的船。愿你能亲手为自己打造一艘坚固的方舟，成为自己人生的舵手。无论未来是惊涛骇浪，还是风平浪静，
你都能掌稳自己的舵，校准自己的航向，勇敢地驶向你心中的那片星辰大海，因为你的渡船只能也必须是你自己。